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咱们的这个护理教学海报系列啊。那么这个系列呢，其實就是通過我們用比較精簡的這種教學海報的形式幫助我們大家呢能夠用比較簡短的時間一個便於記憶的這麼一個方式把一些重點的，但是相對呢不是那麼特別成系統的知識給它進行一個梳理和總結。所以呢，結合我們更多的那種成系統的知識那麼大家一起來記有整的有零的。那麼這個教學海報系列呢，我想呢應該是更傾向於這種零散知識或者說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說學習的方法呀，或者一些記憶的這種要點呢，或者是我們舉的一些例題呀那麼今天呢，我們這個教學海報就聚焦在哪兒呢？聚焦在一個例題就是 Library Results Reading。我們今天呢會用一個具體的這種例題的形式幫助大家看一下這個我們獲得這種實驗室反饋的結果以後大家要怎麼分析。因為這個話題為什麼把它拿出來做呢？也是在平時的工作中我發現有不少同學就是因為大家畢竟是沒有在臨床工作的這種常年工作的經驗所以這也很正常。就是說你看到一個患單，你不知道怎麼去分析你只能看出來這個白細胞高了，那個什麼血小板低了。那麼具體到這個病人，咱們怎麼進行一個綜合判斷怎麼能夠從每一個信息都能得出一些有意義的對於這個病人的病情判斷有價值的東西來從而呢有一個全面和整體的分析，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那麼這個呢還是需要大家在臨床包括在練習過程中呢有一些專門花一點這個時間和精力去練習才行。好，我們不多說就看這個例題那麼大家一起來分析一下就是說我們看到每一個信息其實可能都有用千萬不要忽略說只看那個異常的，正常的都沒事，不是在真正的恩克萊斯考試的題裡邊，幾乎每一個詞都有它的意義和價值如果你認為這一句話說了好像跟沒說似的，沒什麼用，很有可能你漏掉了一些內容好，我們先看他這個是個什麼樣的病人呢？是一個 male 56歲男性56歲，右側的棘肋部或者叫右側的腰右腰疼，後腰這塊。那麼疼多長時間了？2個小時疼痛的這個評分嚴重程度9%，這就是劇痛劇烈疼痛了。所以呢，我們從這一個標題基本上其實已經能夠大致判斷它是什麼病了，對吧？一個中年男性是一個急性的右側腰部的疼痛，而且這個疼痛還非常的劇烈，很有可能是什麼？就是腎或者輸尿管的結石右腎或者右輸尿管的結石，伴有可能梗阻性這個輸尿管的這種和腎的這種積水這個可能性非常大好，我們下邊來看它實驗室結果第一個 CBC 對吧？全血細胞分析 WBC 白細胞25000我們知道這正常值首先跟大家說一下，我們所有的正常值可能各個教科書上各個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家不同實驗室，它這所有的正常範圍可能會存在一定差異但是這種差異不是那種本質的差異，是吧？說這個實驗室是10到20，那個實驗室2萬到3萬，它沒有這麼大的差異那麼基本上可能是在%幾這種差異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實驗室所用的試劑或者說這個人群的特徵不一樣這可以接受。那麼我們今天討論所用的呢，就是我們認為比較常用的一些正常範圍所以大家如果覺得和你學的正常範圍不太一樣就把它忽略了就可以了，這個不會有太大的差異那麼 WBC 25000這個就是很高了。我們知道正常範圍一般白細胞呢是4000到1萬一旦超過1萬，基本就考慮什麼細菌感染。那麼這已經2萬多了，是一個急性細菌感染的表現所以他這個病人除了有腎結石、梗阻性的這種腎積水、輸尿管擴張什麼的，很有可能已經伴有泌尿系感染了。當然這個也未必就一定是泌尿系感染，它有可能同時伴有比如說呼吸系統感染，有肺炎，是吧？那也不能排除，因為你只從白細胞來看這麼高你只能說它有急性細菌感染，但是這感染是不是在腎臟，還是在呼吸還是在胃腸道，這現在還不能確定
那麼下邊看紅細胞啊 4.2， 這基本是个正常範圍啊，男性。那麼血紅蛋白 18.8 呢，在男性正常範圍來講，這似乎略高了一點啊，應該是在12到16吧，差不多啊。它這 18.8 接近19了，偏高了。那麼紅細胞壓積54，這也偏高啊。一般來講，我們說女性37到48，男性可能40到50左右，它這54%這也明顯偏高了。血小板計數176，這沒問題哈。我們這邊基本上認為是在150到450啊。那麼當然也有說，這個範圍略有差異的，什麼150到500啊，是吧？這個，那不管怎麼講，這是個正常範圍啊，血小板。所以從這個全體細胞分析，我們得出什麼結論了？第一，這個病人存在急性感染啊。第二呢，那麼這個病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血液濃縮的狀態，因為呢血紅蛋白和紅細胞壓積明顯高了。紅細胞壓積是什麼意思？就是你這個血漿，不是，就是你的全血，比如說抽一管啊，抽10毫升，你的全血抽出來靜置在那個地方，然後它的紅細胞慢慢就會沉積在下方，這紅細胞最後佔這個整個試管裡邊體積的比例，就是這個紅細胞壓積啊。那麼一般來講，它如果很高呢，就意味着你的血液很可能存在濃縮啊，就是脫水這種情況。當然，血紅蛋白也是類似的表現，是吧？它也偏高，但是有一個缺陷就是什麼呢？它這個沒有給咱們中性粒細胞的分類。一般我們其實查 CBC， 它會有一個就是 neutrophil 的分類啊，佔多少？正常範圍是50%到70%。如果 neutrophil 大於70%了啊，比如說現在分類已經到達85%、95%，是吧？那就基本可以確認它是一個急性細菌感染啊，很可能已經有化膿性的表現了。但是它現在沒給啊，即便是沒給中性粒細胞的分類，我們仍然是非常傾向於它現在已經存在什麼呢？第一啊，右側的輸尿管或者腎結石；第二，全身不知道是哪個地方有急性的細菌感染。同時很可能存在脫水啊，那麼導致它的血液濃縮，從而出現血紅蛋白和紅細胞壓積的升高啊，這種輕度的升高。好，我們看下邊這個 BMP 哈，就基本的一些代謝的這種，或者我們中文叫做生化檢查啊，生化檢查。BUN 24，我們說正常值一般是10到20，它24明顯高了，是吧？BUN 的升高基本咱們考慮兩個，第一個就是腎功能有問題啊，但是這個一定要結合 creatinine， 結合肌酐來看。那麼肌酐比 BUN 更準確啊，更有代表性和意義。所以呢，如果只是 BUN 高，它不一定是腎臟的事，有可能比如說是一些代謝的問題，或者有可能就是血液濃縮啊。那麼鈣 9.5， 鈣的正常範圍8.5到10.5，這鈣是沒問題的。那麼這個是二氧化碳啊，它這個二氧化碳28，這個一般來講其實是。一般生化裡邊其實查這個的相對我認為並不多哈，並不多，不知道它這個怎麼給了這個。然後氯是106，這也沒什麼問題。creatinine 肌酐哈 1.1， 肌酐的正常範圍0.6到 1.2， 那麼它只是正常的。所以結合 BUN 和肌酐的表現來看，肌酐既然是正常，這個病人的腎功能應該沒問題啊，暫時沒問題。但是它的 BUN 為什麼高啊？同樣還是血液濃縮哈，由於它脫水導致的。BUN 升高啊，這可能性更大，而且這個和剛才 CBC 的結果非常吻合啊。那麼血糖100毫克每分升，這基本沒什麼問題，是吧？我們說空腹血糖基本上70到110嘛，它這個雖然沒說現在是不是空腹，但是100毫克每分升這是沒什麼問題的啊，不高也不低。血鉀 5.0 啊，血鉀的正常範圍 3.5 到 5.0， 當然有的書說是 3.5 到 5.5 啊。那不管怎麼講，反正 5.0 啊。可以認為是正常範圍啊，血鈉155，這個就高了哈，這個就高了。那麼一般來講，我們說血鈉是135到145，但它這塊印刷有點問題啊，前面應該其實是這個有個 M 哈，小 M 它這沒有。它這個155明顯是個高血鈉，我們叫高鈉血症啊。高鈉血症什麼意思？就是血液還是濃縮了啊，所以鈉就是血裡邊的鈉濃度就會升高，這個也支持什麼血液濃縮和脫水啊。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尿液的分析 ，cloudy 證明什麼？尿的外觀一看是 cloudy 啊，就是渾濁的，那麼證明什麼？泌尿系有感染了啊。所以這個時候這個感染呢，到底是不是比如說泌尿系感染啊？至少泌尿系感染現在是不除外啊，很有可能。
那它是不是还同时比如說伴发有呼吸啊或者胃肠道的感染？目前没有依据啊，所以咱们先不说。那麼它的顏色也偏深是吧 ？amber 琥珀色偏深，所以這也是感染的表現。pH 4到6呢，這個可以說是在正常範圍附近，因為這個尿液 pH 值呢，它的這種正常範圍也是說，可能不同版本的書說的差異會偏大一點啊，所以咱們就姑且認為它是個正常吧，或者接近正常，咱們也就不過多的討論哈。那麼蛋白3毫克每分升哈，那麼蛋白3毫克每分升呢，首先尿液裡應不應該有蛋白啊？理論上就不應該有。那麼你既然有蛋白啊，蛋白如果升高的話，大家首先要想到什么？腎臟可能出問題了啊，比如說肾功能衰竭啊。但是除了肾功能衰竭以外，其實還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尿蛋白升高啊，比如說感染啊，就是泌尿系感染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個会導致你裡邊有蛋白啊。那麼當然你像糖尿病是不是有可能也會造成腎損害啊？那會不會有蛋白？也會有啊。那麼這個結石啊，結石有沒有可能尿液裡邊會有蛋白？其實也可能會有啊。所以這個呢，尿液裡有蛋白，咱們說可能性比較多啊。到底是哪一個呢？咱們還要綜合其他的結果一起來看。下邊這個哈叫做尿比重，尿比重呢正常範圍是 1.003 到 1.030， 它这 1.035 明顯這個比重過大，也是說明什麼？濃縮了，尿液濃縮，那同樣也是脫水的表現啊。然後白細胞是陽性啊，這是定性檢查白細胞，那就肯定什麼？尿液裡有白細胞，尿液裡就不應該有白細胞，對吧？尿液裡有白細胞就是 UTI， 就是泌尿系感染啊，所以這個也是基本上越來越確認的事兒啊。那麼下邊這個nitrates 啊，這個是個陰性的，這個硝基的什麼東西，基本上也和感染有關，但是它是個陰性啊，酮體是陰性，然後這個晶體是陰性，一般可能我們有的時候會查一些有沒有尿液裡邊有一些什麼特殊的結晶啊，那麼這個可能是和某些藥物啊或者某些特殊的疾病，包括一些可能結石啊有關係。然後葡萄糖啊是陰性的，所以這個病人可能尿裡邊糖是陰性，酮體是陰性，所以這个病人說有糖尿病的可能性呢沒有那麼大啊。我們就能得出這些相應的信息哈。下邊這個 CAS 我們一般叫做它管型哈。那麼這個我們基本上可以把這個 CAS 等同於蛋白質哈，在閱讀這個尿液分析的時候，所以管型是陽性，它的尿蛋白基本就是陽性哈。然後白細胞它有定量是吧？剛才那個白細胞是定性檢查，這個 WBC 已經是定量檢查了，有6個啊，這還是感染是吧？紅細胞10個，那麼尿液裡有紅細胞有什麼可能性？有可能是腫瘤是吧？泌尿系統腫瘤，有可能是泌尿系統損傷、外傷、腎挫傷啊，什麼這個尿道損傷啊是吧？還有可能是結石，還有可能是感染啊，所以這些情況都有可能。所以你這些東西綜合起來看，咱們最終有一個判斷。那麼最後這個叫什麼？紅細胞管型啊，紅細胞管型其實就是也是和蛋白質有關係，但是它是紅細胞破裂這些蛋白組成啊，那麼它是陽性，所以還是說呢，就是說有紅細胞，其實這個意義和那個紅細胞的意義基本一樣。那麼綜合所有咱們上面得到這些信息，這個病人呢，56歲男性患者，右側的腰部疼痛2個小時，而且是劇痛，最有可能的是什麼？最有可能我認為還是說有一個右側的輸尿管結石啊堵在那兒了，然後導致上方呢輸尿管擴張，梗阻性的這種腎積水啊，輸尿管當然也會有點積水，同時伴有什麼泌尿系感染啊，因為它的白細胞也高是吧？那麼這個包括它的這個尿液裡也有白細胞、紅細胞是吧？同時呢，這個尿液顏色還是一個渾濁的深色，對吧？所以這個尿比重。其他那幾項呢，就說明這個病人可能有一段時間沒怎麼喝水了啊。那麼因為這種劇烈的疼痛啊，他可能喝水啊什麼的，他都受到了一些影響，所以現在還有什麼明顯的這種脫水表現啊，比如說 BUN 24啊，比如說這個血鈉155是吧？再像那個尿比重啊1.035都高，那麼這些呢，就是說明他現在存在脫水啊。那麼這些情況我們總結出來了，就知道第一，
結石啊，第二感染，第三脱水，这3个特点。那麼我們看它的題目問咱們什麼哈？第一個就是說什麼？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provider prescriptions should the nurse expect？ 就是問你這個醫生開的哪個處方、哪個藥或者哪一個處理是需要的啊？那麼第一個，靜脈輸液需要嗎？啊，應該是需要的。為什麼？為什麼要靜脈補液？因為這個病人現在存在 dehydration 啊，存在脫水啊，脫水的時候你肯定要補液。同時補液呢，也有什麼？增加液體量以後，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它的泌尿系感染的恢復，是吧？大家都知道泌尿系感染的時候，我們要鼓勵病人多喝水啊，實際上就是把這個讓新生的這些比較乾淨的尿液呢，把你這個尿道裡邊這些髒東西給它沖走啊，進行一個沖刷的作用。那麼，所以第一個要選啊，靜脈輸液。第二個 antibiotics 抗生素，抗生素現在看應該選，為什麼？因為這個典型的是一個泌尿系感染啊，急性的泌尿系感染。同時，就算它沒有感染，它有腎結石，其實也可以要考慮用抗生素，因為結石通常都伴隨着一些泌尿系統的一些損傷啊和感染，所以這個抗生素也是沒問題的。第三個 HbA1c 呢是糖化血紅蛋白，我們是看它有沒有糖尿病啊。那麼目前看呢不着急，因為這個病人呢雖然不知道他這個血糖是不是餐後還是說空腹的，但至少現在血糖是個正常範圍啊，你沒有什麼太多的理由。酮體也沒事兒是吧？血糖也沒事兒，尿糖也沒事兒，你懷疑他糖尿病，這個理由不夠充足啊，所以第三個不選。那麼最後一個2%的生理鹽水250毫升靜脈點滴，2%的生理鹽水，這就已經是屬於高張啊高滲溶液。所以呢，我們正常輸液的話，就像第一個我們說靜脈輸液輸的是什麼？是生理鹽水，是等滲的液體啊，就0.9%的氯化鈉。啊，這個是等滲的，所以你不會造成什麼加重或者就是加重它的脫水啊，或者是造成什麼低滲的，這不會，因為它是和你正常的組織液它的這個滲透壓是一樣的啊。但是這2%就明顯超過0.9%了，這是一個高滲液體啊。你高滲的液體輸進去之後，這就會加劇它的這種高鈉呀，對不對？這病人本身現在血鈉155。你還給他輸2%這種很高濃度的鈉，那就更加劇了他的這種水電解質紊亂啊，加劇了他的高鈉血症啊，所以這第4個不能選啊。所以這就是通過這一道題呢，希望大家能夠從這道題裡啊，我們說每一個字恨不得都有它存在的價值啊。好，那麼今天呢我們就講到這兒啊，希望大家呢能夠稍微的有一點思路啊，我覺得就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解題的思路而已啊。那麼歡迎呢大家收看其他的一些視頻點讚、訂閱、分享，謝謝各位。